收到一个通知，要求我们赶快到一个现场去。去哪出差呀？应该是村子里。村里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发烧发热，不生小孩。老人说这个村子之前是坟场。坊间有一个传闻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妻子当天晚上就穿着这个红裙子自杀。传言村子里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后代。有一个女性村民在家里死掉了，死者是个孕妇。这个精子的活性是很低的，但是她又怀了。那为什么她丈夫没死？她老公要杀她呀。她死的时候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一定是为了报复。宫回有点不正常。那肝脏颜色太不对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根据线索，在90分钟之内提取物证。这里有红色的石头，这个拿走就行了。快，赶紧！村子里面发生了一场坊间有一个传闻水质问题。时间到。好难呀，对吧？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没了。我死了。法医真的很不容易，从这么纷繁的这种现象里面去找那一个真相，很绝望，很绝望。那是我经常的表现。是。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一下，咱们开个会吧。好。收到一个通知，要求我们赶快到一个现场去，所以你们要做好出差的准备。你们这一次要2个白天1个晚上也让你住，给你1个小时，该带的行李啊什么的。现在是12点多，1点45我们来集合。法医工作是没办法，就这样的。你看到我们经常我背这个包，要来要看分。挺感激您这么赶过来。欢迎。那我们就先上去。好。那个包就是出差的包，只要有任务就赶快跑，随时准备出差，抓紧时间。好。老师，现在我们可以回去准备宿舍准备吗？拿宿舍。你觉得你要哪里准备？应该得。你应该是要回去把东西准备。好的。除非你下次有经验了，你就把出差的东西就装到一个地方拎过来。好的，明白。谢谢老师。哇，好突然啊！工具箱准备。工具箱嘛。工具箱、相机，一些耗材。曹越，我带你这本。好。拿点手术服啥的呗。我已经准备好了。差不多行了。老徐，走啦。我们加快速度。走。我们会去哪出差呀？估计是那种遗体不太好方便搬运的现场，就比如说什么白骨化、开棺之类的。我觉得能让我们出去肯定不会太近吧。我感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不远，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会有好几个案子在等。洗漱用品。走吧，走。快走。关灯。这一次我们5个人一起出任务，它会是怎样一个？有什么大案需要我们5人一起解决呢？
可能不睡觉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对啊，可能是睡炕之类的。哎，刘头，你好，我跟曲宁撞衫了吗？哎，真的真的。走吧。所以这边出差应该穿这套。行，我上去，我接收你们的。哦，好，去吧。好，来。出发。曲宁，你在公安局实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紧急情况？有，对，但是出差我没有跟过。没有跟过啊。梓潼呢？没有。因为那个遗体在那个地方，你不可能搬过来，所以都是我们要跟过去，所以会经常有这种突发性事件。所以出差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法医病理因为出差多，所以有一门技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方向盘。对哈，要会开车。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会开车，几个人不会开车。我会。会呀，会呀，我也会开车，会。都会开吗？我不会。我们原则上一般都希望来的人都应该会开车，是因为要让你的同伴有休息。要休息，所以最好是能够把车学会。另外就是我们这种出差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接一个出差。曾经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本来是只有一个案子，准备24小时回来的，结果36小时回来了，做了几个案子3个。我们做了5个，在湖北、河南，还有一个安徽。36小时吗36小时，狂奔。以前我还喜欢在手机上面做一些记的行程，后来不想做了，记得太累了。最近查了一下我这几年的这个飞行记录，700多次吧，36万多公里啊，太多了。然后出差是一个常规动作了。这第一次出差，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案子呢？我觉得这一次把我们叫出来，然后现在看样子，应该是要去一个村子里。村子里边。那村子里边会发生的事情就很多了，像一些什么牛羊啊、鸡，会不会跟这种流感之类的？啊，就是由动物引发的传染病，或者是一些土壤啊、水源之类的，对，也有可能，也都有可能。对，所以我认为这次很有可能是个范围较广的。哇，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牵扯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啊！从1个到2个到一群，对，最后大乱斗。对于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应该也是又兴奋，然后又紧张吧？是。啊，我们到了，走吧。好美好啊！这里好美啊，这个村庄。感觉我们来到了什么旅行节目？正好春暖花开的时候。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这是什么呀？这是叶子。你看，就是很有年代感的。啊。好可爱呀！我好喜欢这儿。我在养老了。
哇，你看那个奶奶在舀水，真的过着很朴素的生活。桃花快，大家在桃花树下许愿。这是桃花吗？这个呢叫做碧桃。2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赶流年。好美哦！这句诗也好美。其实柳树蛮好看的，它那个垂枝垂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江南的感觉，什么？在这住着一定很舒服啊。可惜我们是来这儿出差的，都忘了正事儿了。快，来，这边，绝密文件，来吧，看看绝密文件里面是什么。到达村庄后方可拆封。好，请看哦，这是什么地图？哇，这个地图可是有点可爱啊！不是，这个图也太土了吧？你们看看。咱们这次收到的任务信息啊，很多年前，在一个被迷信笼罩的村庄中，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村中20年来无人怀孕，大宝的媳妇儿意外在家中身亡。来做尸检的法医们发现了整个村庄更深的秘密。请你们前往大宝家门前领取并熟悉你们的案情信息。咱得去大宝家，出发。这边。为什么放个镜子啊，在那儿？辟邪的。是的。什么声音啊？哎，你们有没有听到那种那个声音啊？那是鸭子吧，动物吧，或者是……哇，这个味道真的是。这是宝家吗？这个肯定是宝家。宝家。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案发现场，对不对？是的。好，我们先看看案件信息。啊，这个地方真好啊！是。拍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路要记得，可能有点印象大概的。走过一遍的路都能记得。差不多都能记住。你们有这个本事。刘头来了呀！欢迎，热烈欢迎！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我是队长刘头。好，哎呀，非常好。经过这一段的实习考核，其实大家已经是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开展工作。但是这次考核应该算是一个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对。哦。也就是在极度的紧张、劳累、疲乏状态下面，还得要干事儿。法医工作就是这样次序的在进行。所以今天有一个考核了。这个案件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嘛？村里当时有很多传言，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发烧发热。还有就是不生小孩，人口村会在下降，所以呢就觉得这个里面有传言什么东西的。那么村里呢有一个女性的村民是个孕妇，在家里死掉了。现在我们要求大家要把这个案件查清楚。第一，怎么死的，是首要的任务。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对这个村里面的一些传言传闻做一些调查。明白。那这个传言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这一次就要借助朱立团来了。好的，他们会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做个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各位一些更加具体的信息。我是这个村的村长，今年66岁。在家里呢开了一个小诊所，有时候邻居生了病呢就来找我看看。那天中午呢，翠花说她自己感觉肚子不舒服，怕是动了胎气，还说好像有点感冒，然后呢就来找我看病。我呢就给她简单的开了一瓶清开灵中药试剂，她就打针，打到一半她就走了。我是肉店老板娘，今年38岁。20年前，我与卖猪肉的老板结婚，
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怀上孩子。那天呢，我去他们家，想问翠花一点私事儿。我看到翠花在她婆婆家门前，然后近了一看，她眼睛红了，像是哭过了。我是大宝的母亲，我今年78岁。老伴走之后呢，大宝为了照顾我，留在村里种棉花。儿媳妇翠花呢，进城做保姆。儿子对我百依百顺的，儿媳妇1年呢，我其实就见上那么几回。那天早上呢，我就起床了，但是我就发现我儿子呢还没起床，我觉得有点奇怪，我就打算去敲门。哎，我8点钟到了，我在这敲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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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有人回应。于是我就用力地推开门，进去一看，我儿子为什么会躺在地上睡觉？儿媳妇呢躺在了床上，然后我就叫了他好几声，儿子，他终于醒了，但他那个时候整个人是头昏脑胀的，我估计啊肯定是昨天喝酒还没有醒。这个时候我就去叫我的儿媳妇，结果我发现翠花已经没有气了，我当时吓坏了，就赶紧去叫人报了警。大家好，我叫大宝，我是死者的丈夫，今年47岁，是一位种棉花的农民。我和翠花呢一直感情特别的好，然后我喝多了酒前一天，然后早上不知道几点的时候，我就迷迷糊糊的朦胧之间醒了一下，然后一看我自己躺在地上，然后闻到了一股很呛鼻的味道，然后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医院，后来我才知道翠花死了。村里面的谣言说翠花这个孩子呢是肉店老板的。他说翠花死的时候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和我们那个传言一模一样，一定是为了报复。勾回到你家，勾回有点不正常。那肝脏我觉得颜色太不对了。碳，这个毛巾像是擦过呕吐物的。这个水有问题。敌敌畏，我觉得是一个奇怪的中毒。她怀的肯定不是大宝的孩子。他们刚才把这个案情人物都给你们做介绍，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进一步的这个行动了。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到这个案发现场去看一下。因为这个现场里面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考核呢，我们的实习生分成2个队，团队的考核。我建议刘超玉和徐玉宁，你们两端的组成一队，你们3人组成一队。至于说队长你们怎么选，你们自己去商量。助力团呢，你们呢也是把这分成2个队里面去。我们也要分队了。对，然后呢，你们就挑选他们这个队。你是愿意挑这个中间的3个人，还是挑这个两边的？我选两边吧，选那个赵玉还有小曲。好，好。我也是要选曲姐跟曹玉，对。然后呢，我想讲一下这一次这个考核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每个队有20分钟在现场去勘察的，一个队进去以后，另外一个队在外面，你们可以研究研究案情啊，做些预判。20分钟以后交换，交换完了以后需要什么资料，需要什么补充的，可以找我来要。好。但是你们要的资料一定是很具体的。要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具这个教学的这个人体模特，他只是摆在的地方是体现了这当事人的这个姿势姿态，但他身上的痕迹以照片为主。90分钟以后就可能要面临着要谈这个真相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就是我建议人多的先进去勘察。好，我们进去。那下面就开始准备行动。好的，你当队长吗？你当吗？那秦天当。别闹。我们的队长。队长谁？秦天当队长。秦天当队长吗？好，2个男的让你当队长。好。好。
当时老徐把我推为组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蒙圈的，因为第一次当组长嘛。之前在队里面感觉习惯了去当一个队员，是因为每次我们在这个组合的时候，我都会就自然而然成为队长嘛，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不做队长的话，给琴琴这样一次领导机会，我觉得可能会不一样。那我们的队长就曲姐来吧。走吧，由现在开始20分钟。对，走。另外一个组的可以坐在这边去看看、想想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走，下午的4点26。进入吗？咱进啊！闻到什么味道没有？炭烧火的这种味道。炭香。母亲先起床，然后上儿子的房间，看一下儿子的房间。这个记一下，我们要记一下，待会儿要拿什么的。这个需要取样吗？这是肉丸菜汤。先把关键信息吧。这是什么呀？这个应该是肝，感觉有点大。沟回都已经，沟回有点不正常。但感觉好大呀。是2号是。咱先记一下脑。你们先记完这些信息，然后周遭的信息我们再跟你说。我们先看一下。好，你们看一下周围的信息。好的，谢谢。我们把信息同步一下吧。首先是这个大宝的询问笔录。这个孙大宝是今年47岁，那个死者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怀孕了，本来是个大喜事儿，但是呢，大宝妈认为这个孩子不是大宝的。怀孕的时间，我认为是大概农历2月下旬的时候。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村里就开始传，就说翠花指定是外面有人了，还说不是他老板的，就是肉店老板的，就是造谣。我妈昨天坚持要翠花签保证书，我心里烦躁，就找肉店老板去喝酒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借着酒劲儿跟翠花说了保证书的事儿，然后翠花很不开心，而且大宝又理亏，就再没有坚持。再加上酒劲儿来了，大宝就睡着了。早上依稀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地上了，他闻到一股呛鼻的味道，我到时候可以他们回去找一下。迷迷糊糊中，我想叫翠花，却叫不出口。看到翠花嘴角好像是白花花的，整个人蜷缩着。这是23天不活动精子59%，就没有活力嘛？对啊，就可能不孕，没有生育能力。咦，有东西。保姆雇佣合同。肉店老板娘，案发当天你去过死者家吗？然后老板娘回答是的，过去串了个门。去找翠花是希望她能避下嫌。村里面的谣言说翠花这个孩子呢是肉店老板的。大宝晚上找肉店老板来喝酒，他们是11点钟喝完的。然后大宝是一个人回去的吗？然后是的。以前有喝出过醉酒然后淹死的事情。老板娘想了想，打算是确认一下大宝是不是到家了。当老板娘到大宝家的时候，看到翠花正准备回房，怀里还抱着一个什么东西，就远远地问了大宝一句有没有安全到家，回了句到家了，然后就回房间了。就他们几个人的口供其实是能对上的，是能对上的，对，对。还有啥特殊的吗？你们看到？有几个信息，一个是那个壶底下压的是翠花的早孕报告单。 OK。
这个地方是他们家庭关系的一个保证书，然后这个有阿胶颗粒，这个应该是翠花在服用的药。然后这边有大宝的精子检测和翠花的体检报告书，还有一些陆龟补肾丸、健胃整肠丸和6味地黄浓缩丸。这个里边有一张，啊，那雇佣合同啊，雇佣合同啊。助力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在注重尸体以及病检照片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观察房间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就很相呼应吧，就很棒，给我们一个现场勘查，能得到一个全面的资料。10分钟了啊！你们厨房、客厅还是要看一看。要看。师哥，这个都记完了吗？记完了。走。房间都收完了哈。然后村长大概是晚上11、2点的时候，准备去一个村民家出诊，中途路过他们家，当时看到翠花正在糊窗户洞，还问了一下翠花身体的情况，然后她说好多了，但是为什么那个时间她糊窗户洞呢？对啊，就很怪。还有5分钟。好。还有啥异常的吗？感觉这确实有敌敌畏。这里面中药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和当地的喝的水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入口的食物有关联。对，这个水可以做个检测。是水要做检测。水要做个检测。会因为这种原因，米酒调料、盐，这是油吗？他身上有什么明显的基因损伤吗？有吗？没有啊，没有。那就主要是找 DNA 呗。我觉得是一种奇怪的中毒。那边要不要看一下？这是卫生间。我看，护发素、油膏、卡子。咱回屋里吧，这会儿感觉没有什么能摄入体内的这些东西。还有3分钟。哦，好的。我们找到了一个钥匙，但是没有锁。在哪呢？这边，你看这有一把钥匙。钥匙。但也没锁。他在笔录上说，他认为这是一个传言。他说翠花死的时候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和我们那个传言一模一样，一定是为了报复。哎，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一个旧的衣服，因为我刚刚看他们的证词里面有上一个事情，就是他晚上的时候换了红裙子，换了个红裙子，让我感觉到很奇怪。红裙子，然后站在婆婆家门口是吗？对，他那件衣服不知道去哪了，就是之前穿的衣服。难道说？还有30秒钟，快，看一眼。钥匙，看有没有什么有锁的地方。好，那这里面就差不多时间到了，就要交换了。那你们就进现场。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已经推完了。我们已经推出来了，结果已经出来了。推完了。对。客厅、厨房，这是卧室。这卧室啊。然后这些信息呢，都有的放在标签上面的，在里面可能要注意。好。分工上面解剖病理这方面，我看的比较多了，就是我可能比较熟练点。然后我主要是去看切片，10是负责去现场勘查的。但物证方面比较厉害，就有一个互补的。这个毛巾上是擦过呕吐物的，这可以化验一下。
我去找了点水。哇，你真棒！他们的水来自于就是那种地下水，地下水会多一些。哇，真棒！郭俊成他的思维是很发散，我负责脑洞担当吧。我觉得我们脑洞是不是可以稍微开大一点？脑洞可以大一点。案件的这个现场，他就是会到处兜兜走走，然后会突然就给你一个很关键的线索。你们看这里啊，汗啊，就好像福尔摩斯。来，我客厅看完了，我给你看。食品。咸菜吧，酿的、腌的一些咸菜，去看看怎么样。主要就是卧室来。我最早不知道几点醒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呛鼻的味道。我刚刚就是在找这个味道，完了我进家的时候是闻到有炭和煤，甚至有香那个农村烧香的，而且我看着房间的一个通风也还可以。对，有时候是肯定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所以这个呛鼻味道我就打了个问号。对。记得有点药。这是2个人的一些健康体检报告。这大宝妈知道大宝的这隐私了。啊，你怎么在翻动我儿子的隐私呢？哦，他是这个精子的活性是很低的，接近很低的值。啊。哎，这里有一个保姆雇佣合同，全天24小时照顾老人，3餐、洗衣、清洁、打扫卫生、家政服务，同时还要给老人吃饭、服药。霸王条约了吧？哪有这样的雇佣合同啊？我记得刚刚那个大宝妈她是说过，她好久才能见那个媳妇一次，对吗？是的。那他们说实话，他们的机会，就他们夫妻在一起的机会其实不多的，对吧？没错，丈夫的这个精子的质量不好，但是她又怀了。村子里传言说，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城里那个雇主的胚胎的那个 DNA， 其实应该看一下。哎，我发现了一个东西，你们可以看看。你先继续看这个，去看。敌敌畏，客厅的敌敌畏在这里吗？对。就放在这个位置是吗？对。你看看汤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好。火眼金睛，没有你可怎么办呀？就是这么强大。你有什么看不懂的吗？我觉得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有问题，就是第2张还不一样。干。那肝脏，我觉得颜色太不对了。速度是肯定不能拍的。这个照片出去我还给你们一套。那我们先再找找别的吧，超。还有3分钟。就还有没有喝完的东西？酒。他喝的那个酒，就是酒精对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1分钟。OK， 抓紧时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这还挂了个什么护身符吗？好，时间到了。你们的助理团自己会放飞了。回来啦！他们好像觉得是中毒一氧化碳。尸斑浅淡是不符合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樱桃红，这个颜色不符合。这个是樱桃红，应该再红一点是吗？对，就是这个还不够红，但是它确实挺淡的，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不太典型，知道？但是可以烤着。一氧化碳烤不烤了？你做个一氧化碳就知道。对，就体内测一下。这个是杀虫。你记一下还需要什么？你们这里一个是把案情再重新筛选梳理一遍，是吧？它可能有线索在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需要
的东西。进一步资料，好，给我开个单子出来。好，谢谢老师。好，就先记啊，我们先记那重点的，比如说水箱里的水要查，包括厨房那盆的水，万一它的2个水来源不一样，我们整理下来。那棉花要吗？不用，棉花不用，雪花膏，雪花膏要的，然后阿胶，阿胶不用，叶酸片，叶酸片，然后还有补肾的药都有。然后厨房呢还有料理柜里的所有的调料，有米酒啊、调料啊、盐啊、淀粉啊，中药就是它那个粉，对，那个粉粉，罐里的粉粉，还有旁边的还有一罐这个腊八蒜，还有那个辣层里面的呕吐物。啊，毛巾，敌敌畏嘛。来吧。要吧。老师，我们好了，我们要列个单子。单子给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的。我先讲一下哈，我们这边一个要厨房的一个水及水箱的一个检测，然后还有厨房的泡蒜的一个检测，心血和胃内容的检测，卧室里面汤菜的检测，还有毒物的常规检测。胚胎的 DNA 能不能提供呢？它6周加了，还有它的这个翠花的指甲缝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外头就是这个它带回来的碳以及洗护用品。对，要常见毒药物的这个分析。碳的毒药物，碳不是碳应该咋说呢？它燃烧的含硫量吗？还是一氧化碳量啊？就碳成分吧，就碳成分吧。就是有些劣质碳，它烧起来它就是双引号碳，对，不知道具体里面都有啥。对，我看看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有多少啊？好的，有可能满足不了你们。翠花的胃内用物的毒化，有。看结论，未检出。翠花的血液，的常见的。但是它下面说是这是血液。血液中未检出海洛因。那你如果一氧化碳中毒的话，它是那你得看一氧化碳中毒，碳氧血红蛋白嘛，它的一个含量有吗？这能测吗？恭喜你们，还真有，真的碳氧血红蛋白28。DNA 是没有，蒜瓣的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说自来水也没有，那水盆也没有。碳的成分。碳成分也没有，咱们还漏些啥了？那刘头手里还有那么多呢。对呀，这么多东西，你们看。对啊，多多的。没了。这个需要解毒了。我看一下，饱和度28%。碳氧血红蛋白的正常值为0%到2.3%，吸烟者是2.4到4.2。是的，28很高了。28已经超量了，远远超了。28%就足以可以定。我觉得这好像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但它疑点真的太多了。但是那大宝为什么没死呢？大宝为什么没死？他俩可是睡觉之前有过交流的。而且他的位置，对，他是谁给他翻下来的？现在醒过来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倒在地上了。我们先想要那个尸体的那个那个碳氧血红蛋白的那个 HbA， 有。常规的毒物，特别是敌敌畏。翠花的，翠花的毒物。翠花有酒精吗？翠花酒精。大宝的酒精和那个毒物成分检查，然后那个附近水源的那个成分有检测吗？附近的水源没有。垃圾桶里面有一个那呕吐物的毛巾，那个有验过 DNA 跟那个就是呕吐物。没有验证。床旁边有一个饭菜的那个成分里面有做检测吗？毒物检测？没有，这可以视作阴性。就没有的都是视作阴性。都是阴性，都是正常。湿表的，就尸斑的那些颜色啊那种，真有。可以给吗？
那想哥，你要不要？我就不知道了。要。你要是不要，我就不给了。要啊。这是表的。幸亏问了一句。但是他那个小宝跟小刘合作的话，就会觉得他做事还挺靠谱的，他可以把我不细致的地方细致化，我们就是刚好可以互补这一点，我们的合作还是挺合拍的。我写了哪里的？脑水肿，然后这些，然后还有一个牛啊，厉害啊！你这也看得出来吗？血管扩张。对，我写的血管扩张。强。就是我感觉我跟他好像想法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能够相互 get 到对方的点，然后也能比较快速的指出问题所在。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挺在一个频道的。还有10分钟啊！一氧化碳超标不代表它一定是一氧化碳致死的吧？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别的可能性？他一氧化碳中毒这个行为是肯定有的，所以我们要找找有没有别的不符合一氧化碳的那个真相。他肾出血，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地方有淋巴细胞的浸润啊？然后他还有一个肚子痛的行为。所以这个点碳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不能定？谁点的？不能定。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她丈夫没死？那大宝为什么没死呢？大宝为什么没死？还是说她本身她老公要杀她呀？为什么老板娘知道翠花怀孕才过来？咱俩回现场转一圈，走，必须得看了，走。我得把那个看见没漏的。这个是不是炭火烧过的痕迹？应该是。有很多疑点啊，为什么是那个位置？毫无头绪啊！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猪肉，圆子是不是用猪肉做的？是。这里能查出点什么吗？能查。3、2，我们要过去了是吧？1。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个考核是分的是2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你们这个刚才的现场勘查、案情调查，我们要做出一个判断，这个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第二个，这个人的死亡性质，推测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希望2组呢不要去互相干扰，看看谁先进去。我准备好了。那你们在外面稍后。OK， 好。我说你来补充。好。我们觉得他死亡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原因的话就是尸斑是一个樱桃红色的，我们要了他一个体内的太阳血红蛋白，也是28%，对28%，然后再结合他的一些尸检、肝啊那些都是有樱桃红色的，就是病变。案情他可能就是当天晚上老板娘看到他半夜的时候扶那个窗口，就推测可能是他想自杀，然后把那个窗户糊上，制造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场也没有搏斗痕迹，或者说是挣扎的争吵的痕迹，不可能像一个自杀的一氧化碳中毒引起的死亡。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他尸体真相之外，他还有很明显的窒息的真相，他的食指是发干的，然后肺部的那个淤血也是比较符合窒息真相的。然后我们在门口有看到，就是有烧过的炭的痕迹，并且结合之前的案情，他在之前进城帮别人带东西的时候，也是带过炭这一类的东西的，所以他主动烧炭这个前提是存在的。然后关于这个老板娘，她有看到她有互动这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她的主观说的，我们还要再做判断。她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流言的困扰，所以心情不好，想要就是自杀是也有可能的。体表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损伤的，然后机械性损伤啊，然后高低温那些对高低温这些比较好排除。然后电击的话，它这个现场其实是不具备那个电击现场的。对，疾病我们从这个尸检报告上面其实没有看到非常严重的病变，然后他的心血管那边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疾病。我们现在倾向是一个自杀的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断。丈夫的嫌疑是排除了，
没有，这个我们还不能推断。不能排除理由是什么？丈夫不知道为什么村里就开始传，就说翠花指定是外面有人了，还说不是她老板的，就是肉店老板的，那就让这个翠花写一个保证书。但是呢，她不愿意写。丈夫有受到一些就是流言的那个困扰，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他为什么不愿意签保证书的？然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发现炭的那个位置，它其实是在客厅的。它这个炭如果是在房间里面烧的话，它应该是有被移动的一个行为的。炭的这个源头对不在这个现场。对。刘少玉和曲一宁他们配合得很好，一个在说病理，一个在说死因，该排除的、该肯定的，有理有据。你们自己的这个说法里面有没有漏洞或者问题？比如说，碳雄酸浓度够不够支持？第二，两个都在环境里面，一个死了，一个没死，能不能解毒？同一个环境里面，两个人有没有死亡，其实是跟个体差异的关系还是挺大的。有的人他可能耐受氧化难症能力就会更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浓度可以就是指证说这个浓度下人就一定会死，它其实是有一个上下浮动的一个范围的。假如这是第一案发现场的话，两个人处在同一个卧室，她丈夫没死的话，是不是跟她醉酒，或者说是她丈夫这个位置有关系？位置什么关系？首先就是空间上的，就一个在床上，一个在床下，床下的可能就离门或者离窗近点。丈夫在地上，对，为什么地上不是？高度，床这个高度的，高度高就死人，一个死了一个没死。丈夫在地上，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再去想一想。好了，到你们3个人来了，走吧。你们是一个人给个答案，还是一起？一起。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拢好。现在请你们这组来汇报一下你们这一组的意见，一个死亡原因，一个死亡的性质，你们谁汇报？队长。是这样的，那我就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死亡原因吧。性质的话，可能我们要去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不同的想法。好，它的一个死亡原因就，定性为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也是通过毒检测它的一个饱和度嘛。还有尸体的检验？对，还有尸体检验。性质的话，其实先来吧。首先就有几个疑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翠花，她的视力一边是4.0，一边4.9。然后那天晚上，根据老板娘笔录，她说的是她11点多看到翠花抱着炭就回房，然后她在远远叫了翠花一声，问大宝有没有回去，然后翠花回复了她。首先她这个视力其实是不太行的，何况那天晚上是11点，而且在这种村庄里面没有什么路灯啊什么的，对吧？就考虑到这个老板娘她是不是有一个这笔录是否是真正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翠花。如果她一个自杀的话，她老公也在这个屋子里面吸一氧化碳的过程，老公究竟在不在？大宝到底用什么方式避免这个吸入一氧化碳？就因为种种这些疑团我还没有解决，所以我可以就暂时还是倾向于他杀或者是意外。我觉得是自杀。我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农村的一个传言。是什么导致她去换上这条红裙子？是怎样一个心态？有多大的一个绝望？她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就可以支撑她已经厌世的这个状态，就想了断。还有就像陈实说的，就同样在屋里面，会不会也是因为丈夫躺在这边是刚好对上门的这个通风口，底下这条门缝它有流动空气，它能替换他自己屋内的一个空气来源，所以导致他吸入的一个含量没有妻子的多。这就是他生还的一个迹象。秦倩她想法比较抓马，会提出很多围绕案子的想法，不漏过每一个可疑的点。我觉得跟她那组还是很好的。梓潼有什么补充的吗？他面对着很多传言，
又说他这个孩子不是这个的，又不是那个的，他总在外打工，婆媳关系也不好，邻里之间呢还有猜忌，而且在这种乡村里容易这种传来传去的，所以我觉得他面对这些他可能扛不住，然后最后决定用这种方式自杀。但是有这么几个疑点呢，就是说这个碳到底是谁点的？这一点我们一直是没有想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她自杀，那么她自己点碳，那么她怎么能确定说是她老公不死或者她老公死？这个我觉得她这个有待商榷的。再一个就是老板娘跟这个死者还是有一些纠葛的。老板娘怀疑自己的老公和翠花有染。而且那天晚上，她也是来确认大宝回没回来，而且大宝具体是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大宝点了碳，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没办法确定，所以就不能排除他杀。向启新他们这一组，他们在有些这个问题上面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他们在专业能力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提2个问题，你们去思考一下。第一，他在哪里点的碳？碳呢？他在门口了。他在门口，因为他底下有炭灰。我看到这个都注意到了。对这个，但咱没提。他在这死了，这碳自己张嘴跑了。没有，那个在母亲送儿子去医院的时候，可能清理了现场。这个这就很难讲。这就很难。是母亲清理现场了吗？不知道，不确定。不确定，就打个问号。碳。我们这个集中一下，刚才呢，2个组做了一个汇报，目前2个组的对这个死亡原因下的基本上一致的，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死亡，大概是这么一个结论。不同的地方就是死亡性质，这一组认为是这个自杀，这一组呢产生了这个分歧。有1位是认为是自杀，有2个他杀，大概率。那个是我。当然，在现场的话呢，我也对他们提了一些问题，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往往引起纠纷的太阳血红蛋白的浓度，到底多少算能致死？这个人的太阳血红蛋白是28%，他是不是致死量？能不能达到致死量？如果这个量达不到致死量的话，你们的结论都全要推翻。因为我们正常的说太阳血红蛋白这个浓度的话，在10%到20%算轻度中毒。抽烟的人吸烟吸长了、吸猛了的话，可以达到15%这个太阳血红浓度，到20%到40%这个时候叫中度的中毒，50以上重度的那可能要命。所以你们考虑这个怎么解读。第2个，房间里面这个碳到哪去了？这碳源没看着，所以这个是一个疑点，需要去开展调查工作。还有一个事情，2个人在场，老公为什么不死？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过程，她老公说，我醒过来在地上。我闻到了一股呛鼻子的味道，闻到了一股很呛鼻的味道。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是医生，一氧化碳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没有明显气味。一氧化碳是个三无气体，那这个味道提示什么呢？感觉应该是寒流，就什么呛鼻气味啊？它燃烧的含硫量吗？还是一氧化碳量啊？就碳成分吧，就碳成分吧。碳成分也有。这个刺鼻气味，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买回来的这个质量不是很好的碳，里面会含硫的东西会有气味，但是没有坚持。含硫，你们怎么去证明这个是有硫呢？这个没证明了，因为想要看烧炭的成分。怎么就没证明了呢？你们的眼睛就盯着这个碳，有没有可能从这个石子上查到二氧化硫呢？
说在这个石子上查出二氧化硫，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释这个碳酸溴锰钠钴处于一个不高的质状态呢？是不是一种混合毒物中毒呢？对。当时也自己想到了这个有硫化物的问题，但是就觉得那个想法一闪而过，但为什么就没有真正的把它去延伸出来？它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案件的突破。就是觉得自己这一次还是思维方式需要更多的转变嘛。所以我们有些思路就打开啊，你就是碳里面有硫，你也不能证明它是死于这个二氧化硫的中毒，你只能在身上、体内发现这个毒物了，才能有助于你。所以这2组都没有要这一组数据，而这个数据我一直就拿着，暗暗祈祷你们会想到这个问题。至于说有没有，这另当别论，是吧？想不想知道结果？想。有请队长。来，我们的队长。哎，队长，哎，小齐来帮我们。啊，我给你念一下。对，没问题，队长。临近过年，雇主举家国外度假，翠花得以放假。腊月29号下午回村中和家人团聚。农历2月5号这天，翠花觉得最近常常作呕，去医院就诊确认怀孕。很快，翠花怀孕的消息在村中传出来，邻里邻居有的是真的为她高兴，也有的觉得这孩子来得蹊跷。毕竟这个村子里的人不能怀孕。这些流言传入了大宝妈的耳朵，大宝妈妈便去追问翠花，还要她写保证书，保证这孩子一定是大宝的。翠花感觉委屈，和大宝妈大吵了一架，并拒绝写保证书。大宝妈见翠花不愿意写保证书，越发怀疑翠花。案发当天，大宝妈将大宝叫进了自己的房间，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大宝，并强硬地追问大宝的态度，却不想这一切都被翠花听见。翠花想着周边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连大宝也不相信自己，这让她感到非常绝望。直到后来，她真的看到大宝来找她签保证书，彻底失望的她产生了和大宝一起死的想法。翠花将大宝安排睡下后，换了件红裙子，希望让这个春天延续在这个村子里，并打了一盆从城里买来的劣质炭，将窗户封死，准备烧炭自杀。不多久，大宝翻身滚下床去，趴在地上靠近房门的地方呼呼大睡着。此时，因燃烧劣质炭产生的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硫弥漫房间，翠花中毒而死，而外面的空气从门缝下面透进来，喝醉的大宝逃过一死。第二天，大宝妈看见一向早起的儿子还没有起床，打开儿子的房门，一阵气味扑鼻而来。只见儿子躺在地上，儿媳妇以扭曲的姿势躺在床上，地上放着一盆已烧完的炭火。大宝妈很快意识到两人中毒了，她害怕让人谴责，怀疑她和她儿子，于是赶紧将门窗打开，将炭火盆内的灰烬倒掉，还把两个人的呕吐物全部都清理掉。随后，他才跑到外面叫村民把大宝送进了医院，并且报警。在等警察到来之前，大宝妈点燃了灭蚊片为房间去味，并且在警方面前隐瞒了自己清理现场的情况。中毒、自杀。翠华的死因是因为使用了劣质炭产生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导致的混合性中毒。流言蜚语害死人啊！迷信害死人。徐志同，你去念一下这个结果吧。送检翠花血液中检出二氧化硫成分，其含量为0.02微克每毫升。0.02是什么概念呢？是超过了致死量了，所以它的量比这个一氧化碳呢还要厉害。所以我们
判断这个死亡的这个时候，考虑这个现场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他当地用了什么东西。当然，这个人如果说这个硫达不到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可以解释，这就是不同的人对一氧化碳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死者是个孕妇，她很敏感。对。还有我们看到那个数值是个理论值，正常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化验值都是一个范围，所以文献报道呢，从30%到90%的这种死亡都有发生的，就是30%也可以死人，所以这是一个区间波动的一个范围，所以你可以用文献来支撑你这个结论。实际上，这个案子的这个本身上面，他们大部分判断还是可以的，很快会想到是气体中毒，解读那个男的怎么没有死这个上面，他们都想到了。因为丈夫躺在这边是刚好对上门的这个通风口，底下这条门缝它流动空气，所以导致它吸入的一个含量没有妻子的多。她丈夫没死的话，是不是她丈夫这个位置有关系？在母亲送儿子去医院的时候，可能清理了现场。这个毛巾像是擦过呕吐物的。他们判断上面、表达能力上面都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还是我挺开心的。可能问题在细节上面把控，这个是一个遗憾，就是说像徐志同他们要查硫，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但是你要想硫中毒的话，你首先要去查人体，就往前推一步就可以了。所以今天这一次的考核呢，我想的话，这个各位实习生，在你们收集这个案情现场的时候，要更加的仔细小心，一定要放下身段，要趴在地上，跪在地上，把那些角角落落都要看清楚。你看到缝了吗？也能看见。也能看出。你看一下呀。能看到。门是有缝。为什么要你们看一下？确定。法医要放下身段，去把能够看到的地方都看透，心里有底。好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拍个照片，拍个一个东西，那边打个光过来，光可以透过来，证明这地方是一个。对，能看见过。看得到吗？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这边嘞？有的。很少。还是那句话，记得你们说的话都要有证据。好。明天我们再调查村民集体不孕不育的真相。那谢谢大家，好，谢谢老师，辛苦刘彤，辛苦老师。那老师，既然今天咱们结束了，就一块儿吃个晚饭呗。啊，都出差了，给大家专门安排了一场特殊的晚饭。翟绍文请客。是的，请大家吃晚餐。好，我请客，带大家去我们精心安排的一场篝火晚餐。不会又是考核吧？这是真的吗？真的。哇，好温馨哦！当当当当！哇 ，surprise！ 我们准备了很多烧烤的食材，大家自给自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带一个吧。我先要手来套。吧，我来。来，给我来，手套给我。哦，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们戴手套，是因为职业习惯吗？那我是不是还要把鞋套戴上？这个鱼该怎么搞啊？这个鱼搞不了。鱼要给它解剖了。解剖了啊？不至于。切开改花刀。来，我来处理。刘头什么都能做啊，基本上。给一把刀过来。来吧。刘头开始解剖了。哇，这个哇，好熟练啊！刘头自己在家里边也做饭吗？不做。赶紧解释清楚，生怕大家有一丝误会。真的，
好，完了。哇哇，好干净哦！真利落，我天哪！再洗一下。那我们先烤点肉吧。好的，我先来烤点虾吧。好的，好的，好的。我在这里摸鱼，我在这绕圈摸鱼。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哎，宝贝，宝贝，哎，宝贝，宝贝。哎。你感觉好专业。哎，烤好了，你们谁要尝一尝？啊，我尝。好香哦！好吃。这个好羊，好，OK 吗？真的不错吧？千万别烫手。好，开心吗？来，谢谢刘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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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每次我们一见面，不是汇报就是汇报，除了汇报还是汇报，我们就没有见他们几个聊过任何生活里面的话题。对，所以要给他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刚才小齐讲的这个话，我也同感，就是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的时候，彼此之间还是一种师生啊、导师啊这种关系，平常也没怎么太聊你们这个实习生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确实希望听听你们的。其实你们是最重要的那个参与者。我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平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在实验室，就是做一些实验，像这种接触案件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它会让我很开阔自己的思维，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比这个结局重要的多。所以我是很享受当下这个状态的，虽然会很忙，但是就是 CPU 高速运转这种状态我很喜欢。它虽然是以这个录制为载体，但其实对于你们而言的话，肯定还是在完成实习的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不管是牛头也好，还是这个节目也好，就给了我很多就一个大四的学生接触不到的东西。对，我对这个非常感谢。那比如说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那有那种压力大的时刻，需要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倾诉的时刻吗？压力大的时候压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看个人的心态吧。你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你要学会去化解这个压力。他会一个人 emo 的时候，哎，我能感觉出来，有那种小 emo，没有 emo，小 emo， 真是，但很小，但我有时候会感觉到，但是就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其实陈实最近这几期的变化，我有一些也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好像进步了，就看上去是进步了啊，但是同时又觉得好像会不会是压抑了？对，因为我们经常会用更加谨慎或者更多思考去来形容你，对。但是呢，我们也会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对你成为一种束缚。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工作态度的转换呀。我是初入职场嘛，对吧？我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个实习，我不知道具体就老师们希望要什么答案，就这个结果需要什么样的结果，我就一直在这个试探的路上啊，也是刘头说的试错，对吧？这条路不行，那我换一条，所以我就可以继续这样尝试下去，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啊。他的心态真的很好，就是没有那种很 emo 的情绪的，就很大的情绪起伏，很少，非常少。其实我跟他们思维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我过来的一些学习情况还有生活状态是跟我以往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反而是有这次的学习，我会比较小心和谨慎吧，也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因为它确实很珍贵。因为这种实习的阶段，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话，是难得且宝贵的一件事情。对。特别是能跟着行业的泰山北斗，然后去进行学习，而且就在
身旁，就在身边。对，我经常就是脑袋里面就想，天哪，我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的第一个法医老师就是刘头，就感觉哇，没有人比我更幸运了。那你有没有那种之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来之前压力比现在更大，我以为我就是我最后能通过面试，我都很诧异。然后我以为我是每一期的就是垫底的，但是来之后发现好像完全不一样。出人意料的是，刘少宇今天的汇报，他的表达和规范都很好，而且现场勘查的时候也发挥不错，所以你是最高分，是80.5，排在第一。哇，你这样说的话，他怎么办？哇，人会垫底。哇，好会得罪人。有人在负重前行。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坚强的后盾。就是通过努力，还是可以拿到我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一块儿来玩个游戏。好。真心话接力吧。真心话接力。猛了吧？真心话接力。队长，你就先来提问吧。我呀，我想问一下梓潼，梓潼，你觉得你的同事里边，你对哪个最有好感？终于到了我想听的环节。队长，你就知道我们想的是什么。聊这个我就不困了。最有好感，其实讲，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不同的时候会对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好感。但是就是之前做任务也好，出差也好吧，去聊体会，去聊心底里的感觉，我会跟朝玉和琴琴聊。对，因为他们两个都很敏感，他们两个捕捉生活很多的细节。在一起就是开心快乐，就是开心快乐哦，也不会很紧张，但就开心。我想问曲姐，就是只能挑一个你最有好感的异性，你会挑谁呢？我得思考一下，这好像这问题挺得罪人的啊。跟着直觉准备，5、4、3、2、1，请选择。小刘吧，应该是。恭喜恭喜，我情敌啊！大家，这是我情敌啊！陈实，加10分。陈实其实是我的师弟，就我们其实同一个学校的。对，所以你不要冒犯师姐 ，OK？ 还有这条线呢。来，让师姐讲一讲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因为其实我跟小刘的性格是比较像的，然后我们在就是处理工作的事情或者是在生活中，其实是能比较聊得来的，就我们的逻辑是比较顺得来的。小刘说点吧。然后他说，然后他选了晴晴。就去领吧，不要换了。哇，不是就其实刚开始我们第一次那天面试我都基本上没怎么交流，我们两个看着挺不合的两个人，但后来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感觉聊得比较来吧，就是在一起工作的效率1+1大于2的这么一个效果。今天无意把他们挑到一组去，有点成人之美的这个。不错。刘头看人就是很准确，很准确。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一定能够成为互相信任。实习阶段以及实习结束之后，在未来道路上都是最紧密的伙伴和朋友，好朋友。对，互相彼此的相扶前行。对。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环节，一个游戏，叫10个我。就是呢，我们要说关于我啊，什么怎么样，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希望，我不希望，都可以。好，那我们从谁先开始呢？那就是大哥。啊 ，OK， 首先我不喜欢别人叫大哥。
我喜欢别人叫我曲姐。漂亮哦，哇，你好强硬啊！他开玩笑的，他开玩笑的。我不喜欢吃肥肉，我喜欢刷碗。刷碗，你好乖。一会儿呢有碗等着你的。我也喜欢刷碗，一起，咱们俩可以一起。OK。然后我希望能在规则之内做自己，我希望自己能不断实现自我的，然后我也希望自己拥有100%执行力的人，我希望成为一名合格法医。我很喜欢做科研，然后我喜欢冒险，我喜欢笑，然后不喜欢吃鱼。我不喜欢吃鱼，我不吃鱼。你帮他提醒的，sorry。我们就喜欢这样，我们就喜欢这样。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有趣的人。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太严肃。你不严肃啊？谁说你严肃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严肃吧？就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就会显得比较严肃。没。那我期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稳重一点的人，说话有分寸、有个度的人。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我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很棒的法医，并且能够推动这个法医行业的发展。就是职业影响职业，生命影响生命。然后我很期待我们5个一起奋斗的志同道合的人，经过这样一个实习，会成长成什么样的地步？好，可以，好，好，好，最后一个。好，我希望家人健康。喂，没有其他医生。妈，如果你是我复查的话，可能就是只有查血。哎呀，不好意思。没有，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在聆听。我希望家人健康，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很开心每一天。我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的学习都有进步，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我，不是我很想要的自己。婷婷其实也进步非常的快。是的，是的。我其实第一次看到婷婷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她完全是个门外汉嘛。但是其实通过这几次的考核，婷婷真的让我特别的惊喜。然后前2天我就是闻到那个有一些异味，我就很难受，很恶心嘛。然后呢，我就正好我俩在洗手间就碰见，我就问晴晴，我说：“哎呦，我说那个味道真的很难闻。”我说我真的到现在还在干呕。晴晴就是那种我说你不会觉得难闻吗？他说我睡在殡仪馆的时候闻到的，就是比这个还要那个浓。我就觉得还挺，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足够的那个爱是没有办法撑过那个很孤独的那些。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法医。像晴晴，如果你没被录取，你会怎么样子？没被录取的话，这个机会已经对我来说很值得去珍惜。然而我回去之后还是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行。喜欢绘画的人，他不一定需要纸和笔，他可以在地上画，可以在天空，可以在湖泊，可以在大海。像晴晴，她做的比较好的是，法医都没有系统学的时候，敢于提出一些问题，很有勇气的讲。我有补充的地方，我有补充的点。你举几个，让像婷婷举几个。
还可以。像晴晴的这个人呢，非常刻苦，我觉得给他一机会，假以时日，应该进步空间很大很大。其实觉得晴晴身边去追求梦想，然后就做自己这样的人不是很多。我主要觉得晴晴心理状态太狠。他的内心真的很强大，就是他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还能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保持一颗很纯真的心，所以我真的特别欣赏他。其实没有，因为我在坚持我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这份幸福它就是动力，我不会觉得我辛苦。然后来到这边学习的话，我就结识了他们，就感觉大家都能理解我。也得到牛头呀、秦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的一个肯定，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好，所以就很感动。我们也希望能给你更多的帮助。每天有人陪你上下班。是的，是的。因为以前工作的话会很忙，几乎身边就没有朋友。Hello， 你是面试的同学吗？对，一起的，一起的。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没有带电脑过来吗？没有，因为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没有，面试成功，所以就没有带电脑。你要自信一点哦。好。呀，我怎么有点紧张呢？报告这个。没事没事，正常说。咱们这个是工作环境，但是在讨论一些案子的时候，就放声的说，声音有点小，现在应该不会再害怕了吧？还。你要困死了是吗？谢谢。Nice。下班吧。我也要下班。好的。感觉就是有朋友也挺好的，很温暖，很幸福。这个实习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路口，所以希望你在这个转折路口结束之后，会发现那个路就不再是自己一起走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和你同行。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来来，晴晴，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与法医同行。我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希望我们的法医工作越来越少。对。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实习生能够收获满满。也希望你们以后团结合作到一辈子。最后希望大家都开心快乐。好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想把这个村里面的事情给他搞个明白。这个案件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大家都不怀疑，那大宝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能够让他媳妇怀孕？如果在传验当中呢发现线索的话，我们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村里当时有很多传言，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发烧发热，不生小孩，村人口在下降。坊间有一个传闻，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为了和情人在一起，想把妻子休了，结果妻子当天晚上就穿着这个红裙子自杀。所以呢，就觉得这个里面有传言什么东西的，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进一步的这个行动了。我们可以先去看周慧泉。那我们先去后山吧。哦，我看到了，看到了那里。这里有红色的石头，这土壤也取一点吧。我戴手套准备取样啊。有个红色的绳子，想要它的 DNA。猪肉毒物分析呗。没有。井水的成分。阴性。就在老板家的有。阴性的。阴性的。但是都是阴性的。我有，但是没有异常。正常的，是阴性的。
那么头疼 ？Why？ 这到底是什么？这个事情从开始到揭穿整个这个谜底，花了整整20年。好，各位为大家来公布一下不孕不育之谜的真相。那现在要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当年做的这些标本。很绝望，很绝望。那是我经常的表现。你为什么选择法医专业征集活动？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联合微博共同发起你为什么选择法医专业征集活动，诚邀广大法医学子畅谈法医理想和初心，展现更鲜活真实的法医群体，致敬实现国家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中国法医上微博带话题你为什么选择法医专业，发布相关视频，分享你的法医理想与初心，即为成功参与。优质故事话题将被甄选进入节目内容讨论，视频将有机会进入节目片尾彩蛋播放，打破职业偏见，全面普及法医职业意义。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曲艺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